有缘人真的很可惜，这些关乎一个人命运走向的根本道理，在你的成长路上，可能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掰开揉碎了，细心指点过你。下面这些建议，请好好过目，每一条都是能让你撕破庸入困境的利器，随便拿出来一段，就够你细细琢磨大半夜了。若能真正听进去，并化为行动，那么不出3年，就足以让你和你所爱护的人都过上一种舒适而体面的人生。关于天机的提醒，学会看懂老天的眼色。如果你和一群人在一起吃饭，你有个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讲，这个时候突然有个杯子或者筷子啪地掉地上了，或者突然间包厢的门被推开了，服务员端着菜进来了，总之你正要说的话硬生生被打断了，那么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把还没有说出口的这句话不动声色地咽回去，不要再讲了。这就是外应，是老天爷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给你使眼色。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巧合吗？也太迷信了吧。这种想法恰恰是对宇宙精微运作方式的无知。你没买上的那张车票，让你躲过了一场未知的凶险，你错过的那个航班，可能避开了一次潜在的灾祸，本来约好了，却被对方临时放了鸽子的会面，说不定是帮你挡掉了一个巨大的商业陷阱。甚至包括你不自觉的心慌和夜里莫名其妙的噩梦，你以为是自己想多了，其实都是无形的力量在给你示警。记住了，这些偶然发生的事情，注意，一定是偶然，不是人为刻意安排的，它们都是来自于我们暂时还无法完全理解的存在，给予我们的温柔提醒，甚至是慈悲的保护。这根本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超越我们狭隘逻辑的更宏大的智慧。就像蚂蚁无法理解人类为何要给他们搬家的路上设置障碍，其实是为了防止他们爬进火堆。有些人对环境的能量感知迟钝一些，像一块木头；有些人呢，他敏锐一些，像一根灵敏的羽毛，微风拂过便能感知。但无论如何，多观察没有坏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道家总是强调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这句话的深意在于，当你修得一颗清净心，像一池清澈无波的水，你才能清晰地倒映出天地的真实景象。人一旦静下来了，内在的杂音消失了，自然就能接收到更多来自高维的指引。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指引，往往就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影响甚至彻底改变了你的命运。而关于天命的真相，真正的坦途，从不让你撕心裂肺。如果你听懂了我上面说的外应的逻辑，你就能听懂我接下来说的这句更重要的话。任何人，无论他是谁，如果他教你去做什么难而正确的事情，那他就是在纯粹的误导你。这是一个流传甚广却极具迷惑性的陷阱。事实上，一切真正正确的事儿，
做起来它就不应该难。什么叫正确？就是天与你取，必得其赏；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16个字，字字千金。听不懂就说明你还没有这个缘分去理解这件事。我实在不敢做过多的解读，但你只需记住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如果你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感到各种不顺利，处处都是磕磕碰碰，或者你心里很不舒服，做得极其痛苦，极其艰难，极其拧巴，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停下来，不要再继续做这个事儿了。有人会反驳：难道坚持不是美德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把努力和对抗天命混为一谈。真正的努力是顺水推舟，虽然也费力气，但船走得飞快，心里是笃定而喜悦的。而对抗天命的坚持，如同逆水行舟，你拼尽全力，把自己累得半死，船却在原地打转，甚至后退，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自我怀疑。这件事要么就是不适合你的天赋和能量模型与它根本不匹配，要么就压根儿不该做，它违背了规律，或者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它不该由你来做。希望你能听明白最后这一句：不该你做，不是所有的山峰，你努力攀爬，就一定能登顶。有些山注定就不是为你准备的，你的使命或许是去远航一片更广阔的大海。反之，我得多提醒你一嘴，如果有一件事你做得特别舒服，整个事情的进展异常顺利，各路人马都来帮你，所有资源都向你倾斜，这个就叫天雨，是老天爷在给你喂饭吃。你可一定不要偷懒，不要怀疑，更不要半途而废。你得玩命干，把油门踩到底。你要相信，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带着自己独特的使命来的。这个使命是谁安排的，我们不必深究，但你必须明白，如果你不把这个该你完成的天命功课做完，那你以后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不可能真正的顺利，因为你欠着老天爷一份作业，这份未完成的能量会一直拖拽着你。3. 关于福报的管理，运气是电池，不是取之不尽的矿藏。如果你现在混得不错，回头看，发现自己主要是因为个人的努力和实力一步步爬上来的，那你可以继续加码，去做更大的事业，你的根基是稳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和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那你可千万要记住这8个字：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为什么？因为运气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其总额是相对恒定的，就像一个预先充满电的蓄电池，一个人不会倒霉一辈子，同理，他也绝不可能好运一辈子。你前半生用得太猛，后半生就必然电量不足。如果你实在不信这个理，
你就自己拿个硬币扔它100次，不用多，你自己看看正反两面的概率，是不是大抵就在50次左右？这就是宇宙的平衡法则。所以，我有一个很严肃的建议，正在做事业的朋友，千万不要去买彩票，不中，那是白白扔钱，万一中了，你以为是天降横财，实际上，你事业里那份最宝贵的正财运，很可能就被这笔横财给提前透支掉了。这就像你有一笔专款专用的创业基金，结果你拿去买了一辆跑车，虽然开着很爽，但你的公司很快就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当然有人会说，我都中大奖了，我还做什么事业？我想提醒你，中彩票那是典型的外财，又叫横财，和横死街头的横是同一个字。这跟你辛辛苦苦做事业赚来的钱，完全是两个能量属性。事业赚来的钱，是你用智慧、汗水和价值交换来的，能量扎实，你守得住。而横财是突然砸到你头上的一笔巨大能量，你的德行和心性根本承载不住，它怎么来的，就一定会以一种让你更痛苦的方式流走。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审时度势，看懂自己正处于运势的哪个季节，春天就播种，夏天就生长，秋天就收获，冬天就得乖乖的潜藏。4. 关于心念的力量，你的嘴就是你命运的预言家。这一点极其重要，但很多人都做不到，就是戒掉所有的丧气话，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习惯的消极口头禅，比如烦死了，我快累死了，我怎么这么倒霉，真讨厌，无聊，没意思，我不行，等等等等。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说什么，你就在吸引什么，你就在成为什么。你平时挂在嘴边的这些话，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它们是具有创造力的咒语，在无意识中给你自己下了无数个负面暗示。这些暗示会像电脑程序一样，悄悄改写你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最终真的给你的人生带来数不清的麻烦。所以永远不要说自己的坏话，对自己宁说千次好，不说一字坏。在古代，这叫避谶。不要觉得这是迷信守旧，你要从能量的层面去理解。文字、语言，哪怕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本身就是有能量的。咱们东方叫一语成谶，在西方叫墨菲定律，本质上都是一回事。我们该做的，就是像戒掉一个坏习惯一样，彻底戒掉这些负面的言语模式，然后用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去重新描述自己的人生。你会发现，你身边那些真正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人，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语言状态和散发的能量永远积极向上的。你越是乐呵呵地说没问题，肯定能搞定，就会吸引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越是唉声叹气地讲完蛋了，
这次死定了，就越会吸引来让事情搞砸的意外。这个就叫吸引力法则，它像万有引力一样，是宇宙中真实不虚的铁律。5. 关于口业的凶险，嘴巴是福气的出口，也是灾祸的入口。说完了对己，再说说对人，一定要注意，莫造口业。人们往往知道杀生是重业，却不知道造口业的果报来得最快最猛。你随口一句不负责任的评论，一句尖酸刻薄的嘲讽，可能就在不经意间造下了深重的口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句话可以把人推入深渊，一句话也可以将人从绝望中拯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却常常用最锋利的唇枪舌剑去伤害自己最亲近的人。佛法里讲，口业有4种，你一条都不要沾。妄语，颠倒是非，虚妄不实，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撒谎，包括吹牛、讽刺、挖苦、恶口，用粗暴、恶毒的语言攻击、诅咒、辱骂他人，言语像刀子一样伤人。其余说那些花言巧语、甜言蜜语，引诱别人去做不好的事，看似动听，实则包藏祸心。两舌，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在两个人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世间法里边说，口为福祸之门。你一生的福气，许多都是从嘴巴里修来的，你一生的灾祸，也大多是从嘴巴里惹出来的。所谓万般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你所有的业力当中，杀业的最重，而口业的最深，因为它最容易犯，也最容易伤及无辜。你要明白一个因果循环的道理，你对外说出去的每一句话，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这股能量在宇宙间兜兜转转，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精确无误地回到你自己身上。你今天种下了一颗恶语的种子，明天就可能收获一个让你痛苦不堪的果实。老天爷给你2只眼睛，2只耳朵，却只给了1张嘴，其用意就是要告诉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尤其要少说那些伤人害己、毫无建树的废话。俗话说得好，3年学说话，1生学闭嘴。要想你的运势越来越好，就从守住口德，不造口业开始。6. 告诉你一个真相，如果你打心底里笃定自己将来能活成想要的模样，能闪闪发光被人看见，那你多半真的能做到。人是很奇妙的，对未来的那份信念不是空想，那种莫名的笃定往往很灵验。内心的向往其实是命运提前递来的请柬。7. 人绝不能做违背内心的事儿。如果你一直违背内心做事，你的气血就会逆行，身体的能量就会紊乱，
气场就会散乱。这就好比你硬要把汽车的油门和刹车一起踩，发动机在疯狂轰鸣，车轮却被死死锁住，所有的能量都在内部剧烈消耗。对抗，长时间这样，心神分离，身心对抗，人也变得扭曲，一丁点小事情都能耗尽你的精气神，气血日渐亏损，身子很快就垮了，衰老的速度都比别人快。人的状态与气血的运行息息相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专注会带来心流，气血自然顺畅，整个人会焕发出一种轻松且充满能量的状态。所以，学会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气血顺行，气场聚拢，身心合一，才能快乐、健康、长寿。灵性高的人都很懒，不像城府深的人，靠心思缜密、精打细算、处处设防来谋划。灵性高的人是靠洞察力，他不用去费力盘算什么，他们悟性高，感知力强，靠的是自己的直觉、觉悟、智慧和参悟。这类人在社会表象中很容易被人说懒，因为他们不需要通过忙碌来证明自己。很多突破性的灵感和创意都诞生于他们看似懒散的放空状态，但其实不然，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更高效的工作方式。这类人本身就不需要通过所谓的勤奋来获得心中所想，他们就是特别需要那种松弛的环境，以便充分张开自己天赋的触角，去感知、反馈、辨析、运用，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灵性高的人不用着急，他们的前半生可能都是在练习和积累，后半场才是真正发光发热的开始。如果你在一个场域非常的拘谨，那说明你是被这个能量场压制着，你自己的能量还镇不住这个场，这就是能量不足、信心不足的体现。如果你在这种状态下还不断地去取悦、去牺牲，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彻底封闭自我，或者能量被吸干耗尽。反之，如果你在任何场合都感到非常从容、自在，那你的能量一定是高于对方的，这就是场能的力量。如果一段关系里你感受不到尊重，那就立刻保持距离，收回你的能量，收回你的攀缘心。只有静气、止语，专注自己，不拖泥带水，你才能生出定力和威严，别人才会反过来越来越尊重你。不为谁而妥协，只顺从天道，以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唯一的导航。你是本自具足的，你有天地之气，你的内在比宇宙还浩瀚。当你领悟到你是无限大的，你本就圆满，你的气场就会自然释放出来，福生无量。是一个很神奇的规律，你遇到正缘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最漂亮、最白、最瘦的时候，而是你心态最松弛，情绪最平稳、
最能爱自己的时候。因为一段上等好的缘分只会降临在那个内心不缺爱的人身上。当你不再期望通过一段关系来拯救自己的孤独和不完整时，那个高质量的关系就会慢慢在你生命中显现。你若盛开，蝴蝶自来。11讲一个玄学，女孩子如果天生漂亮，你就适当懒一点，别那么能干，给别人一些展现的机会。你如果能力特别强，你就适当慢一点，别那么急躁，展现出从容和稳定。如果你脑袋聪明，人又漂亮，性格还不错，那就可以稍微有点小脾气，这反而是一种保护，让你显得更真实，更有边界。人设是让你自己来用的，不是让你刻意去立的。至于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心里清楚就好，而且最好只有自己清楚。12一个人逼出了你人性中所有的恶意，说明这个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已经触及到了你忍耐的极限，也反映出他在与你相处时所用的方式是多么的糟糕和恶劣。他也许就是那个能轻易将你拖入情绪深渊，点燃你所有阴暗面的存在，但同样的，它也将是你人生路上必须闯过的一个重要副本，是你内心必须要解开的一个死结。真正的解法不是以恶意回击，更不是和他一直耗着，而是彻底的、完全的放下，面对那些持续消耗你的人，做到不听、不看、不念、不怨。只有当你的内心提到它时，真正的不起一丝波澜，不再被任何情绪牵动，你才算真正的过关了。13当你开启强者模式，跟你不匹配的人会立刻原形毕露，你会瞬间看清楚他们真实的目的和丑陋的嘴脸。这个时候，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关注并提升自己，把曾经付出在他们身上的所有精力和能量统统收回来。一旦你把能量收回来了，你的外在世界会立刻变得干净清爽，那些纷纷扰扰的纠缠也会自动结束。但是这里有一个规律和一个隐患，在你最开心、能量层级最高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人或者一些事试图来偷走你的能量。也许是同事给你穿的小鞋，家人对你的无端褒贬，伴侣的控制欲，更有可能是身体上突然出现的疾病，其本质原因是你的提升破坏了他们对你的固有认知，以及他们与你习惯的相处模式。你的光芒刺痛了他们。14任何一个家庭最强势的那个人，只要他是正能量的，这个家庭基本都会正向发展，越来越兴旺。相反，如果最强势的那个人是负能量的，那么这个家基本上就是个无底洞，会吞噬所有人的精气神，各种内耗，永无出头之日。如果发现自己家不幸是后者，你又是一个清醒且有力量的人，那么一定要想办法夺权。只要正能量夺权成功，
就等同于替全家改了命，因为你把整个家庭这艘大船的航行方向彻底扭转了。15，你身边的衰神必须清理。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气场，我给你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能量状态。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你一靠近他，哪怕他不说话，你都觉得压抑、疲惫，心里莫名的不舒服；而有些人，你跟他聊几句，就觉得如沐春风，浑身是劲。这就是气场存在的铁证。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条玄学智慧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这不仅仅是品行上的感染，更是能量层面的污染。一个整天唉声叹气、抱怨社会、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黑洞。你作为朋友，出于义气去安慰他，听他倒苦水，本质上就是在用你自己的生命能量去填他的那个无底洞。一次两次是情分，长期如此，你自身的能量场就会被严重污染和拉低。你会发现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差，做事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无缘无故地招惹小人。这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你被他的衰气给传染了。所以我的建议很残酷，但绝对有效。立刻马上审视你的朋友圈，那些常年处于负面情绪，除了抱怨毫无建树的人，慢慢的礼貌地拉开距离。这不是冷血，这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人生的首要责任是让自己先兴旺起来，而不是陪着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一起沉下去。16，你的环境就是你的未来。我见过太多所谓的社会精英，办公室和家里乱得像个垃圾场，然后困惑为什么自己总是财务紧张，项目推进不顺。道理简单到吓人，你的财路被你自己亲手堵死了。老祖宗讲究藏风聚气。什么叫气？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气就是信息流、人脉流、资金流，这些宝贵的能量都需要一个顺畅、洁净的环境来流淌。你的办公桌就是你事业的明堂，如果上面堆满了杂物、过期的文件、吃剩的零食，那气流到你这里就变成了煞，混乱而堵塞，你的思路会乱，贵人会绕着你走，项目会莫名其妙地卡住。反之，一个整洁有序的桌面会让你的思维清晰，做事效率提高。你家的入户门是整个家庭的那气口，门口堆满了快递盒、臭血、杂物，等于是在给自己家门口设置了路障，请财神爷别进来。好的能量进不来，坏的能量出不去，一家人的运势都会被严重压制。还有那些破损的物品，一个用了好几年，已经破了口，有了裂痕的杯子或碗，你觉得是节俭，但在玄学上，这叫破败之象。你每天用这样的东西，
就是在潜意识里反复告诉自己，我不配拥有好的东西，同时也在吸引更多破败、残缺的能量进入你的生活。所以，立刻动手，把你长时间没用过的东西扔掉或送人，把你每天都要接触的核心物品，比如钱包、手机、水杯，都换成在你能力范围内最好、最让你赏心悦目的。你这不是在消费，你是在投资你的能量场。17. 语言的咒力远超你想象。古人惜字如金，为什么？因为他们深刻地懂得，语言是有能量的，甚至是有咒力的。你每天说的话，其实都是在给你自己和你的世界下订单。你天天说烦死了、穷死了，这事儿肯定不行。你放心，宇宙这个最高效的订单处理系统一定会满足你，让你真的烦，真的穷，事情真的会搞砸，因为你用语言的咒力已经预设了失败的结局，并亲手创造了它。这世上真正厉害的人，你仔细观察，他们很少说负面的、绝对化的话。他们会说，我们来试试看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有点挑战，但我们可以这样切入，我正在考虑如何把这件事做成。他们的语言永远是开放性的、建设性的、充满可能性的。这种语言模式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来解决方案，吸引来愿意帮忙的贵人。所以，从今天起，戒掉那些挂在嘴边的负面口头禅，尤其不要轻易诅咒你的孩子和伴侣，比如，你怎么这么笨，你永远都做不好。你说出的每一句这样的话，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你和他们的现实。多说谢谢你，你辛苦了，我相信你可以。哪怕一开始只是刻意练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和周遭环境会发生奇妙而善意的转变。18. 财富的本质是流动。我见过太多把钱看得死死的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最后钱要么被通货膨胀稀释，要么被子女挥霍，要么进了医院。他们不懂财富的真谛。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财为养命之源，但更关键的是下一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财富就像水，必须流动起来才是有生命力的，只进不出就是一潭死水，早晚会发臭贬值。这里不是让你去当冤大头，而是让你建立起财富循环的思维。对上要舍得，在你需要向上攀爬、获取信息和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舍得花钱去链接更高层次的人。一顿饭，一份用心的礼物，你花的不是钱，而是购买认知差和机会的门票。对下要公允，如果你有下属或者为你提供服务的人，在利益分配上一定要比他们期望的再多给一点点。这一点点买来的是他们的忠诚和尽心。长远来看，这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对己要滋养，
在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健康上，花钱绝不能手软。买书、上课、健身，这些都是让你这个聚宝盆本身变得更大、更值钱。把钱花在能让钱生钱的地方，花在能让自己的能量和价值提升的地方。当你开始这样做，你就不再是金钱的奴隶，而是金钱的主人，是财富乐于流经的那个管道。19，你的肉身才是最大的风水。我见过太多人痴迷于在家中摆放各种风水物件，研究各种招财布局，却对自己松垮的体态、晦暗的气色、虚浮的脚步视而不见。这是天底下最严重的本末倒置，是最大的愚蠢。你必须牢牢记住，任何风水布局最终都要作用于人才能生效，而你这具肉身就是承载你所有运势的根本器皿。一个破损、漏气的器皿，就算把它放到龙脉之上，也装不进半点甘露。一个长期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从不锻炼的人，他的精气神是散的，能量是微弱的，反映在现实中就是眼神飘忽，注意力无法集中，说话没有底气，决策犹豫不决。你告诉我，这样一副状态，你怎么可能镇得住大笔的财富？你怎么能让贵人觉得你靠谱？你怎么能在关键的谈判中给对方以压倒性的气场？你做不到，你的身体状态已经提前出卖了你的一切。所以，朋友，最高级的玄学是把你自己修炼成一个顶级的风水，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眼神坚定，声音洪亮，腰背挺直，去健身，去跑步，去站桩，去早睡早起。当你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巅峰状态，你不用去找风水，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风水宝地。你精神了，财神爷都愿意多看你2眼。看到这里的有缘人，我知道这些话已经触动了你的内心深处。此刻，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小小的能量仪式，来巩固这份觉醒的力量。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或默念这句心法口诀，收回能量，专注自己，福生无量。当您打下这几个字时，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动作，这是您在向全宇宙，也向您自己的潜意识发出的一个庄严宣告。从这一刻起，我决心停止一切无谓的能量消耗，不再向外攀援，不再内耗自己。我要将所有宝贵的生命能量收回来，专注地灌溉自己的灵魂，让自己成为光，成为爱，成为丰盛本身。这里会形成一个强大的高频能量共振场，每一位参与者的善念都将汇聚成光的海洋，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每一个你。祝你们从此刻起越来越好。当你开始实践以上这些法则，你会发现你对命运的理解会经历3个截然不同的层次。
这3重境界决定了你在人生这场游戏中扮演的是棋子，是棋手，还是那个了然于胸的观棋者。第1重境界，认命。在因果的剧本里随波逐流，这是大多数人所处的层次。他们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叶浮萍，被命运的风浪肆意吹打。今天遇到一个好机会，觉得是运气，明天遭遇一个大挫折，便怨天尤人。他们的人生充满了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困惑。在这个境界里的人，对外应毫无察觉，对口业肆无忌惮，对气场嗤之以鼻。他们是因果法则最忠实的执行者，却对法则本身一无所知。他们活在自己过去种下的各种因所结出的果里，像一个演员拿着一份自己早已忘记内容的剧本，机械地念着台词，走着过场。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无力、迷茫，本质上都是源于对生命规律的全然无知。他们以为自己在认命，实际上是被命运牢牢掌控，动弹不得。第2重境界，改命，成为自身能量的 CEO。 当你开始领悟并践行本文所说的道理，你就进入了第2重境界，改命。你不再被动地接受一切，而是开始主动地管理自己的人生。你懂得了清理身边的衰神，就是在优化你的人际关系磁场。你开始整理自己的房间和办公桌，你是在疏通你的财富管道。你戒掉了丧气话，你是在为自己的未来重新编程。你学会了听从内心的指引，顺着天宇的方向努力。你是在与宇宙的能量流共舞。在这个阶段，你就像一个公司的 CEO， 开始认真盘点自己拥有的资源，你的念头，你的语言，你的身体，你的环境。你开始有意识地做出选择，把能量投资在能产生最高回报的地方。你开始懂得，命运并非不可改变，它像一条河流，虽然有大致的流向业力，但你完全可以通过修建堤坝、开凿运河、善念善行来改变水的走向和流速。这个阶段的人会体验到巨大的掌控感和成就感，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确实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这便是从棋子到棋手的蜕变。第3重境界，无命，与道合一，游戏自在。然而，真正的智慧在改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无命，或者说造命。当你把所有的法则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一种本能之后，你会进入一种极其松弛、自然、圆融的状态。你不再刻意地去改什么，因为你的一言一行、一念一动都自然而然地与宇宙的根本法则道相合。在这个境界，你不再需要通过外应来判断吉凶，因为你的直觉本身就与天地同步，你就是外应本身。你不再需要刻意去守口德，因为你的内心充满了慈悲与爱，流淌出的话语自然就是温暖和煦的。
你甚至不再执着于顺境或逆境，因为你明白一切的发生都是宇宙能量为了让你体验和成长而做的最佳安排。顺境是礼物，逆境是包装的丑陋一点的礼物。此时，命运的剧本对你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演员，也不再是一个焦虑的棋手，你成为了那个含笑观棋的人，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写剧本。你深刻地了悟到，外在的一切皆是内心的投射，所谓的命不过是自心限量，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圆满，夫复何求？这便是修行的终极方向，从被命运束缚到主动改变命运，最终真于我的命运我做主，亦无所谓命运的圆融与自在，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